5年前，我娶了苏氏的3小姐苏婉静。婚后，我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苏氏集团，拼上了自己的一切，终于成功让苏氏在今年扭亏为盈。可年底的苏氏集团分红大会上，老丈夫苏振庄把1.8亿的利润平分给了其他3个女婿，唯独我1分没有。诸位，苏氏集团今年超额利润1.8亿，苏家的规矩，分红只分自家人。自家人，听见没？爸这话说的可真明白。大姐，有些人坐在这里，心里应该有点数了。俊明，这一年渠道改革做得很漂亮，这张支票你应得的。来，谢谢爸。说起来，渠道那边能理顺，泽衍之前谈的核心供应商也帮了不少。我呀，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。行了你，拿了支票还这么多话，爸看中的是你的能力，跟旁人有什么关系？大姐说的对，大姐会应得的。子凡，海外市场1年做到3个大区全部盈利，爸没看错你。爸过奖了，海外那几个大客户当初也亏得泽一牵线，我呀就是帮着把合同签了。子凡，你就是太谦虚，牵线归牵线，能把客户稳住，把合同签回来，那是你的本事。爸，您说是不是？雨桐说的在理，牵线是情分，落地是本事。拿着，最后这一张。3张支票，3个女婿。景城，你出来。苏董，您叫我。我爸叫你呢，快过去。景城，这一年你在市场部做策划方案，功底扎实，脑子也活。你和舒瑶的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苏董，我进公司才1年，这个场合我真不合适。苏家的分红不按职位高低，不按进公司长短，按的是什么？按的是你是不是苏家的人。舒瑶认准的人，就是我苏振邦认准的女婿。爸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你是我苏舒瑶名正言顺的男朋友，这钱你不拿谁拿？谢谢苏董。泽衍，至于泽衍，泽衍是公司的顶尖人才，年薪6位数，项目奖金也比在座的都高，不缺这点分红。来，大家举杯。泽衍，怎么杯都不举？是真嫌我苏家亏待你了？泽衍，别闹，今天这么多人在，给我爸留点面子。听见没？爸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某些人还端着。泽衍，爸也是一片好意，你想想，你年薪加项目奖1年也有上百万了，真不缺这仨瓜俩枣的，对不对？大姐夫，你说的可不对，钱嘛谁嫌多呀？只不过爸说的明白，今天是分给自家人，有些人忘了自己什么身份。二妹，你这话就有点伤人了。泽衍当然是苏家女婿，爸刚才不都说了吗？泽衍是公司的顶尖人才。俊明，你别和稀泥，女婿跟女婿能一样吗？你和子凡手里有集团股份，分红拿得理直气壮。景城是舒瑶正经男朋友，爸当他是半个儿子。至于有些人，可不是嘛，我就是替婉晴可惜。婉晴当年可是大学校花，追她的世家公子都能排到海边去了。不是赌气，是说事实。董事长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我想斗胆问一句：苏家的规矩，分红只分自家人，那我陆泽衍在苏家到底算什么？你当然算苏家的女婿，这个家没人不认你。认我？今晚3张支票分出去，大姐夫拿了，二姐夫拿了，连景城都拿了，唯独我。您给的理由是我年薪高，不缺这点分红。董事长，您觉得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吗？泽衍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爸刚才是给你台阶下，你怎么还较上真了？大姐夫，刚才你拿支票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渠道那边能理顺，是我之前谈的核心供应商帮的忙，你站在巨人肩膀上了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我那是客气。那我再问你，年初那批核心供应商续约是谁去谈？渠道改革方案第1版是谁做的？你刚才当着全家的面说站在巨人肩膀上，现在又说是在客气。陆泽衍，你什么意思？俊明夸你2句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大姐，我没蹬鼻子上脸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既然大姐夫承认渠道是我铺的，供应商是我谈的，那今年的利润分红凭什么他拿支票我干看着？泽衍，冷静点，今天这场合不适合谈这些分红的事儿，回头你跟爸私下聊。二姐夫，你也觉得我该私下聊？可刚才二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是外人，说苏婉晴当年瞎了眼才嫁给我，你没听见？与其她口无遮拦，我替她给你赔个不是。不用，二姐夫，你替我赔不是，不如跟我说句实话，你那3个海外大区今年盈利的单子，当初是不是我牵的线？是，我不否认。那客户资源是不是我给你的？是。行，大姐夫的项目是我铺的渠道，二姐夫的客户是我给的资源，今晚分红，2位姐夫1人1张支票，我连一句感谢都没落下。现在二姐当众笑我是外人，大姐说我没资格拿钱，董事长说我不知好歹，在座各位，你们觉得这公平吗？泽衍，
就一晚上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回家我跟你好好说。董事长说的对，我有年薪有奖金，确实不虚。诸位慢用，我失陪了。脾气还挺大，走了就别回来。就是，真当自己是什么人物了？苏家离了谁不能转？大姐、二姐，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？不知好歹。爸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来，我跟俊明敬你一杯。三姐，我去看看。陆泽言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干什么？当着苏家所有人的面，我爸话都没说完你就走，你这不是当众给我爸甩脸子吗？我给他的脸还不够多？那是我爸，他今年都60了，一辈子要面子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？不就是分红没给你吗？大姐夫、二姐夫入了股，锦城是舒阳的男朋友，爸给支票合情合理。你呢？爸在台上说的哪一句不是实话？爸，你刚才在桌上都听见了，你大姐、二姐怎么说的？你大姐夫、二姐夫怎么说的？他们笑我是苏家的外人。他们说两句怎么了？又不会少块肉。泽言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你想想，到底是一家人，几千万的分红而已，你赚的也不少，何必非要在这个事情上让爸不高兴？你说完了？陆泽言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得寸进尺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爸就说了那么一句话，你就当着全家的面走人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以后在这个家怎么做人？有没有想过别人怎么看我老公？从头到尾，你担心的不是我被羞辱，你担心的是你自己的面子。陆泽言，你非要这么跟我说话是不是？我追出来是跟你吵架的吗？我是想让你冷静一下，回去给我爸敬杯酒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就一杯酒的事儿，你低个头怎么了？那是我爸。陆泽言，我嫁给你5年了，这5年我在中间有多难，你知道吗？你替我想过吗？苏婉晴，这5年你替我想过一次。苏婉晴，这5年你替我想过一次吗？我怎么没替你想？我没替你想我会追出来，我没替你想我会在这儿跟你低声下气的解释。苏婉晴，我问你一件事。什么？苏氏集团这2年怎么起死回生的？你清楚吗？我知道你帮公司谈了不少合作，做了几个大项目。泽言，这些事你不是不愿意跟我细说吗？每次我问你工作上的事儿，你都说让我别操心。我不跟你说，是因为我不想把外面的压力带回家里。但我不说，不等于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爸、你大姐、二姐他们在你面前从来不提。他们偶尔提过。提过什么？说你能力不错，对集团有帮助。就这些。泽言，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？我想让你说真话。苏婉晴，这些年你爸在董事会上夸过我几回，你大姐、二姐在家庭聚会里说过我几句好话，还是说他们只会在需要我出力的时候想起我来？不是这样的。那是怎样？你告诉我。他们是认可你的。爸他嘴上不说，但心里清楚你的分量。苏婉晴，你不用在这里替他解释。他今晚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我的脸放到地上踩。这些年我为苏氏付出了多少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只是装作看不见。为了帮你爸稳住供应链，我把自己经营多年的人脉全部压上去，差点连行业口碑都搭进去。这些事儿你爸没跟你提过，你大姐、二姐没跟你提过。泽言，我知道你为苏家做了很多。那你知道今天分红宴上3张支票加起来多少钱吗？1亿8千万，比不上我这些年帮苏氏赚回来的领土。大姐夫和二姐夫在公司挂着闲职，整天混日子，一人6千万，就连舒瑶那个没结婚的男朋友都有6千万，我呢？泽言，爸他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他是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我，我在苏震眼里到底算个什么？你是苏家的女婿。女婿？你大姐夫、二姐夫是女婿，周锦珍连婚都没定也是女婿，我呢？泽贤，你别这么说。那你说我该怎么说？你先冷静一下，明天我去跟我爸说。说什么？说陆泽言觉得不公平，说陆泽言想讨个说法。我说了，我让你忍忍。对，你让我忍，你永远只会让我忍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今天是分红宴，全公司的人都在，我要是当场闹起来，别人怎么看苏家，怎么看我们？
所以你怕别人怎么看苏家，就不怕别人怎么看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二姐说你嫁给我是可惜了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我没有泽熙，我从来没这么想过，你相信我。那你怎么不说话？她毕竟是我二姐。那我呢？我是你丈夫。你二姐骂我的时候，你想起我是你丈夫了吗？你不敢回答，因为你心里他们永远比我更重要，比我们的小家更重要。不是的。苏婉晴，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最后悔的是，这5年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够拼够努力，你爸总会拿正眼看我，你大姐二姐总会闭上嘴，你总会有一天站出来替我说话。我错了，这一天永远不会来。会来的，你给我时间，我去跟家里说。不用去说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你爸今天在台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泽言，你去哪儿？各位，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有一件事要宣布。即日起，我陆泽言正式从苏氏集团离职，同时我以个人名义与苏氏集团绑定的所有项目合作渠道授权，自今日起全部终止。陆总，您开玩笑吧？集团现在所有核心项目都是您在牵头。陆总，你不在苏氏干了？是，那我们跟苏氏的渠道合同今天就终止。陆总在哪儿，我们的货就跟到哪儿。我们也是，当初签约我们认的是陆泽言这个人，不是苏氏这块牌子。既然是苏氏把您踢走了，陆总，诸位不必了，违约金我替你们出。陆总不用这么说，我们跟苏氏续约的唯一原因就是您在，您都不在，这合同我们也不敢留。不用打了，白费力气。离职报告我已经递给人事部了，苏氏集团不伺候了。陆总，您刚才在会上的话是认真的？我像在开玩笑。您听我说，12家核心合作商，3个行业标杆项目，这是苏氏集团的命脉。一旦解约终止，供应链马上断裂，营收直接停滑，集团之前所有的战略布局全部白费。这事您跟苏董商量过吗？合作方是冲我陆泽言个人冷，项目是我囤的，渠道是我铺的，我说了算。陆总，外面都在传您要离职，合作商要集体解约，这不是真的吧？市场部下半年的推广方案全是以这些核心渠道为基础做的，您一走，我们全部要推翻重来。是真的，陆总，那3个标杆项目正在关键交付期，技术团队几十号人还等着下一步指令。您不在，项目谁来带？交发出了问题谁负责？这些你们应该去问苏董。陆总，既然您态度坚决，我也不劝了。这份文件签完，今天就会同步发布正式离职公告，所有合作商的解约函也会即刻送达苏氏。您想清楚。陆总，去哪儿？去揽乐府。不回家吗？家，那是苏家，和我没关系。陆泽言，你挂我电话！开门！躲在这里算什么？开门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苏氏，你知不知道爸接到消息差点晕过去？12家合作商同时发解约函，集团全乱套了，所有人都在找你。所以你就为了昨晚那点分红，要把苏氏往死里整？说完了。没有，我打了几10通电话你不接，你让赵凯瞒着所有人你的行踪，集团高管满世界找你签字，合作商的解约函堆了半个会议室，你现在跟我说一句说完了？那是你爸的事。你，陆泽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是我爸，是你老丈人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非要毁了苏家才甘心吗？你现在就跟我回公司，撤回离职公告，给那些合作商打电话，告诉他们一切照旧。去。陆泽言，你凭什么一句话就决定我爸公司的生死？那是苏家的公司，我爸的公司。凭什么？我耗尽5年心血，赌上所有人脉资源，把苏氏从破产边缘拉到行业头部，你说我够不够资格？好，那我跟你算一笔账。算什么账？昨晚1.8亿分红，你大姐家拿了6000万，你二姐家拿了6000万，周景涵进公司1年也拿了6000万。我呢，你爸一句不缺这点分红就把我打发了。爸
说的也是实话，你年薪加奖金本来就比他们多。但是我的酥是因为我干了活，分红是因为利润是我挣的，这能混在一起说？怎么不能？你一年从苏氏拿的钱加起来比他们分的还多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拿的多就活该不分红？我把苏氏从破产边缘拉回，赚了1.8亿的利润，到分钱分红都不配你。你大姐夫挂个闲职，大商算是大姐夫，你是你。爸说了，分红分的是自家人。你觉得这合理？那你告诉我是什么人？你是苏家的女婿。女婿？你爸昨晚在台上说的很清楚，3张支票3个女婿，偏偏绕过我。周景成连婚都没定也是女婿，我结婚5年不是。苏婉琪，你告诉我，这个标准是什么？爸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就是觉得你能力强，不缺那点钱。我能京城能力弱，所以得拿6000万鼓励一下，是这个意思。你别偷换概念。我没有偷换概念，我跟你算的是同一笔账。苏氏今年每一分利润都是我挣回，分红的时候我1分没有，这叫公平。那你也不能把所有合作商和项目全带走。你把苏氏架空了，集团上上下下几百号人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替别人想过？合作商是我谈的，项目是我操盘的，渠道是我铺的，我带走的是我自己挣来的东西。什么叫你的东西？你当年进苏氏是苏家给了你平台。我进苏氏那年，公司负债率90%，4大供应商联合断供，你们苏家所有人开会商量是申请破产。你给我说苏家给我平台，苏婉晴，我跟你讲什么叫公平。我把钱全留给你们苏家，把我的合作商和项目带走，算下来我还亏了5年搭进去的口碑和人脉，这笔账是不是该让拿了6000万的人来补？你算这些有什么意义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现在跟我翻旧账，苏氏就能好起来吗？苏氏好不好起来，跟我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。陆泽轩，你是我丈夫，苏氏是我家的公司，怎么跟你没关系？昨晚你在地下车库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到底是一家人，几千万的分红而已，我赚的也不少，何必非要在这个事情上让爸不高兴？还说让我忍忍就过去了，别伤了家里和气。这话我现在原封不动还给你。到底是一家人，几个合作商和项目而已。你们苏家底子厚，何必非要在我这里较劲？忍忍就过去。分范红的时候，他们喊苏振邦叫爸。现在公司要断粮了，也该轮到他们尽孝道。你大姐夫不是搞渠道改革的吗？让他去谈合作商。你二姐夫不是做海外市场的吗？让他去拉项目。周景成不是拿了6000万吗？让他去想办法。你明知道他们没这个本事。大姐夫那点渠道改革是你搭好的架子上摆摆样子，二姐夫那海外客户全是你牵的线，你让他们上哪儿去拉合作商？那是苏家的事，我管。你管不着，你娶了我，你就是苏家的人，苏家的事就是你的事儿。昨晚你爸当着全家的面说我不是自家人，你今天跟我说我是苏家的人，苏婉晴，我到底是还是不是？如果你觉得我是，那昨晚你为什么不反驳？如果你觉得我不是，那今天你又凭什么让我管苏家的事？我不管昨晚谁说了什么，你现在做的是要毁了苏家，你让我怎么跟爸交代？你不需要跟他交代，这些合作和渠道我1分都不会再留给苏氏。你走吧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走吧。我走了，然后呢？你就一个人待在这儿，看着苏氏垮掉，看着我爸被全行业看笑话。陆泽轩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。你回去吧，你爸现在需要你，那3个拿了6000万的，也需要你一个一个去通知。你非要这样吗？一点余地都不留，你会后悔的。哎，几位来访要登记，请问找哪一户？让开！先生，小区规定访客必须登记，您跟我说找谁，我先联系业主确认。你干什么？打你怎么了？我还打！队长，南门有人闹事，来了5、6个人，动手了，我联系一下涉生业主。喂，陆先生吗？我是小区南门保安，门口来了几位访客，说是找您的，情绪比较激动，还动了手。您看您方便下来一趟吗？什么人？领头的是一位女士，姓什么没说，说是来处理家事。知道了，我下来。业主马上下来，你们在这里等着。你让谁等着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出来了，陆泽烟，你个白眼狼！苏家养了你5年，你反过来要把公司往死里整，养不熟的外人说翻脸就翻脸，合作商集体解约，全行业都在看苏家笑话，你满意了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马上回公司把离职公告撤了，给所有合作商打电话，说你脑子发热，一切照旧。我如果不呢？不。你拿着苏家的平台做了几年事儿，现在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就想把资源全卷走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是职务侵占，你不收手，我们去行业监察部门实名举报你。对，举报你，让你在金融圈混不下去。队长，南门需要支援，闹事的人还在。你报什么警？我们处理家事儿，轮得到你管？是你叫来的，苏婉晴，我问你，是你叫来的？
你别冲他。陆泽轩，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明白。你现在跟我们回公司，撤回离职公告，给合作商打电话，告诉他们合同照旧，该分的钱可以再商量，但你必须先把苏氏稳住。我如果不呢？你试试看。下周金融峰会，圈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全在。你要是不把这事儿给我平了，我带着全家去峰会现场拉横幅，把你干的这些事儿全抖出去。我让你在整个金融圈身败名裂，以后哪个项目敢用你，哪家合作商敢签你？对，身败名裂，那你这辈子翻不了身。你听见没有？下周金融峰会，你要是不把这事儿给我平了，苏曼丽，你现在跟我说话用的是苏家长女的身份，还是拿刚分了6000万粉红的受益者身份？你少跟我扯这个！我是苏家的长女，苏氏有事就是我有事。你有事的方式就是拉着一家老小堵在我门口，分红你拿了6000万，现在公司要断粮了，你出了什么力？我出力的时候你看见了吗？爸的身体谁照顾的？家里大事小事哪件不是我张罗？你呢？你做的那点事儿有什么好挂在嘴边的？陆泽言，你闭嘴！苏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那苏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分红的时候你是女婿，公司出事的时候你还是女婿。高俊明，你的本事就是堵门和骂街。你说谁没本事？我是苏家明媒正娶的大女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除了这个身份还剩什么？陆泽轩，你太嚣张了！你以为苏氏离了你就真不行了？行不行？你问市场部，今天早上解约函到了几份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雨桐，别跟他废话，他就是趁火打劫，等着我们求他。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张子凡，你和苏雨桐拿了6000万分红，转头开了新公司。昨晚宴会上你们祝苏振堂基业长青，今天公司出事你们来骂街。基业长青的时候分红是你们的，基业要倒了就是我陆泽恒的错。你们骂我是白眼狼，你们自己算不算？你少在这胡搅蛮缠，给苏家公司兜底，给老丈人分忧，是你这个当女婿的本分。本分？对，你娶了婉静，苏家给你机会让你施展，你现在翻脸把合作商全带走，这就是你报答苏家的方式，忘恩负义。你说苏家给我机会，什么机会？收拾烂摊子的机会？那也是机会，没有苏家你能在行业里出头？我能出头，是因为我谈下了12家核心合作商，操盘了3个标杆项目。苏家给我的是一个马上要破产清算的烂摊子，我给苏家的是行业头部的苏氏集团。你告诉我，谁该报答谁？苏曼丽，你不是讲本分吗？好，我问问你，我熬大夜改项目方案的时候，你们这些讲本分的人在哪里？我飞遍全球一家一家谈合作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我拿自己的行业口碑给苏氏做背书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里？那时候，你们只想着怎么从老爷子手里多抠一点分红。你们讲本分，那我就跟你们讲本分。天底下没有只拿好处不担责任的事儿。公司的窟窿，你们3家拿了分红1分都不能少。你放屁！我们凭什么出这个钱？公司是你搞垮的，合作商是你带走的，现在你反过来让我们补窟窿。陆泽言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就是你捅的娄子你收拾，凭什么让我们掏钱？我捅的娄子，分红是你们拿的，钱进了你们口袋。现在公司要倒了，娄子就成了我一个人的。你别跟我绕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那点手段？那些合作商和项目根本就不该是你个人的，那是苏氏集团的资源。你在苏氏上班，谈下来的合作就是公司的。对，你这是借着职务之便私吞公司资产，你把公司资源全划到自己名下，然后拿离职当借口全带走，这不是商业欺诈是什么？你去告他。大姐，我们都去作证，他在苏氏5年，所有的合作渠道项目全是用公司资源做的，凭什么他说带走就带走？听见没有，陆泽言，你那些合作协议哪个不是签在苏氏期间的？你敢说那是你个人的？陆总，您要的文件。看清楚了，12家核心合作商的独家代理协议，每一份都签着我陆泽言个人的名字，不是苏氏集团。渠道对接文件、授权书，白纸黑字，一份不少。这些合作是我在进苏氏之前就拿下来的，进苏氏之后，每一份新签的补充协议也都注明了我个人的独家授权，苏氏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还有3份项目授权书，3个行业标杆项目，都是我个人的资源置换，跟苏氏集团没有法律关系。这些文件每一页都有公章，有第三方见证，有法律效力。你们不是要去行业监察部门举报我，拿着这些去告，觉得哪个是假的，现在就说。泽言，算我求你了，你把离职公告撤了，先劝合作商恢复合作。公司窟窿的事我们回去慢慢商量。慢慢商量。对，3家一起凑，一定把窟窿补上。我保证，我说到做到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说话呀！大姐，公司都快没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我没说不凑，但凭什么他先把合作商带走，再让我们凑钱填窟窿？就是，这不是拿刀架在脖子上吗？二姐。现在是计较这个的时候吗？
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苏家有爸爸一辈子的心血，不能看着他垮了。泽言，他们不说话，我来说。你先帮公司稳住，这次的窟窿我负责到底。我自己的钱不够，我去借。你就当看在我们夫妻5年的份上。这件事没有商量。泽言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我爸说话是不好听，大姐二姐说话也不好听。可你想想，我们刚结婚那会儿，苏家给你地方住，给你车开，爸每次开会都带着你。那时候他是真把你当儿子的。这话是你爸教你说的，还是你自己想的？是我自己想的。泽源，人都有说错话的时候，我爸一辈子要面子，你让他低个头比杀了他都难。但你让他看看现在的局面，他知道错了，你给他一个台阶下好不好？苏婉晴，你不用替他说话，你也不用替他编台阶，他一个电话都不会给我打，把你推出来，这叫什么？知道错了？那是我爸，他开不了这个口。你大姐带着全家来堵门的时候，他开得了口；你2个姐夫骂我是白眼狼的时候，他开得了口。现在需要人都顶了，他开不了口了。你非要这样吗？那是我爸，他60了，你就不能？不能。那你说，你到底要什么条件？你给我一句准话。我说过了，公司的窟窿你们自己凑钱填。那你不撤离职公告，不劝合作商回来？我离职是我的事，合作商解约是他们的决定，这2件事跟我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，全行业都知道你陆泽燕一句话，合作商就跟着跑。你跟我说跟你没关系。苏婉晴，你爸当众说我不是自家人的时候，你坐在我旁边一个字都没说。现在你跑来求我，你觉得我应该答应你什么？泽言，就这一次，你最后帮我一次行不行？5年来我就没求过你什么事儿，这一次就这一次。你再纠缠，我立刻发律师函。你还发律师函？你吓唬谁？陆泽轩，你今天把门关上，以后别想再进苏家的门。陆泽燕，你给我出来，这事儿没完！出来！你以为躲进去就完了？你不在这件事上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明天我就去峰会筹备组实名举报。几位，闹够了吧？再不走我报警了！你报警啊！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轮得到你管？根据治安管理条例，你们已经构成寻衅滋事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离开，不离开我马上报案。陆泽轩，说。陆泽言，你干的好事！12家核心合作商，一夜之间全解约了。银行今天打了4个催贷电话，财务跟我说账上的钱撑不过2个礼拜。你是不是想让我死？说完了。没有，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回公司，把离职公告撤了，给所有合作商打电话，说你不走了，听见没有？还有呢？还有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给你的还不够多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你马上按我说的做，我可以当这件事没发生过。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做，我收回你在集团的所有职权，在全行业封杀你。你别以为手里捏着几家合作商就了不起，我苏振邦在这个行业40年，要封杀一个人，谁都拦不住。你骂完了，换我说3件事。第一，我跟你苏家没有血缘关系，跟你3女儿的婚姻也很快会结束，以后不要拿女婿2个字来压我。第二，你手里那点职权，我没有半点兴趣，让你那几个好闺女、好女婿守好自己的好处，别再来找我。第三，给苏氏集团兜底不是我的义务，以前我付出是顾念情分，现在这情分已经被你们苏家人作没了。陆先生，按您的要求，私人银行、财富管理、健康管理、形象顾问4大块全部对接完毕，这是年度服务清单，您过目。行。还有，您之前名下3张信用卡全绑的是苏氏集团的商务账户，已经全部解报，换了您个人的黑卡。另外，揽月府的物业升级也办好了，以后所有访客没有您的确认，一律不得进入。好，陆先生，这套面料是英国高猪羊毛，袖口和领口按您要求做了手工刺绣，上次订的5套成品也全改好了，待会儿一起送到揽月府。再订3套秋冬款，颜色你定。
没问题。过去5年挣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苏家，从今天起花在自己身上。泽言，能见一面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你来了。说吧。今天下午，12家合作商的解约函全部生效了，供应链从上到下全断了，3个标杆项目停工，违约金按天算。资方打电话来说，1周内不分工就撤资走仲裁。海外3个大区的客户全部暂停续约谈判。财务部说，公司的现金流撑不过2周。我爸昨晚叫了救护车，血压200，我妈赔了一宿。大姐、二姐2家吵了一整夜，大姐夫说要卖股份，二姐夫说卖了也不够填窟窿，二姐说要报警告你职务侵占，大姐在客厅摔东西。泽言，苏氏是你一手建起来的，每个项目哪条渠道都是你的心血。你恨我爸，恨大姐、二姐，恨我，我都认。可苏氏不一样，你花了5年把她从破产边缘拉回来，你就忍心看着她再垮一次？泽言，你听我说，大姐、二姐我们昨晚商量过了，大姐愿意把她分的6000万分红退出来，名下的股权也可以变现，拿来填公司的窟窿。他昨天在我门口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她昨天是气头上，回去以后爸跟她谈了，她同意了。二姐那边还在吵，实在不行，我自己的那份，我的车、我的房全都可以卖，只要先稳住银行和供应商，给我们一点时间找买家。找买家？苏氏的股权现在谁还敢接手？有的肯定有的，苏氏的底子还在，只要你回来，合作商一恢复，股价就能稳住。泽言，你能不能先撤回离职公告，劝合作商暂缓解约，不用恢复合作，就是暂缓，等我们把股权变现，把窟窿填上。暂缓？你和我说暂缓？对，暂缓，就当是我欠你的，等股权变现了，我一定补偿你。我可以给你写借条，现在就写。你说个数，多少都行，6000万、1个亿，你先说个数。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你不信我？不是信不信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你觉得不够？那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苏婉晴，我们离婚吧。5年，我嫁给你5年，你现在跟我说离婚，就为了那几千万的分红？5年的夫妻感情，你就因为这点小事要跟我离婚？不是因为分红，那因为什么？5年了，你爸怎么对我的，你大姐、二姐怎么对我的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以前我还能骗自己，说忍忍就过去了，现在连骗都骗不下去了。我知道他们过分，可我不是。你不是什么？你不是苏家的人。你爸在台上当众让我难堪的时候，你替我说过1个字吗？你大姐、二姐当着你的面笑我是外人，你坐在那里低头装没听到。你怕得罪你爸，怕得罪你姐姐，唯独不怕得罪我。你全家堵在我门口骂我是白眼狼，要毁我名声，要让我身败名裂。高居民动手打了保安，张子凡喊着要去行业监察部门举报我。你大姐说要在长三角金融峰会拉横幅，让我在圈子里混不下去。苏婉晴，你那时候在哪里？我在后面。对，你躲在最后面，一声不吭。从头到尾，你替我挡过一字，说过一句话吗？我不是不想替你说话，我是不敢。我妈说家和万事兴，我爸身体不好，我怕他一激动又进医院，所以你就让我一个人扛5年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每一次。我知道我懦弱，可我真的没想过会变成这样。我以为你会一直忍，我以为你知道我心里是向着你的。我不知道，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？昨天你站在我家门口，一口一个你爸，一口一个苏家，连1个字都没问过我。你问我值不值得为这点事伤和气？你说到底是一家人。苏婉晴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，你说的一家人从来不包括我。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见。我不离婚，陆泽阳，我不离婚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说的都对，我懦弱，我没用，我不敢替你说话。可是这5年我是真心跟你过的，我没有一天想过要跟你分开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去跟我爸说，我去跟大姐、二姐说，从今以后我站在你这边。你说句话呀，你看着我，你说句话。你站起来。我不起来，除非你答应我不离婚。苏婉晴，你非要在这儿闹？我没有闹，我不想离婚有错吗？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一句你不离了，我马上起来。你以为拿旁人压我，我就会改主意？那你就别怪我跪在这儿。你走啊，你走了我就一直跪着。怎么跪下了？两口子吵架吧？那也不能让人跪着啊，这男的也太狠了。陆泽言，
我不是来跟你闹的，我就是不想离婚。5年，我哪一点对不起你，你非要这样？你哪一点对不起我？你全家堵在我门口骂我是白眼狼的时候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；你爸在电话里骂我是冷血动物的时候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；你2个姐姐说要让我身败名裂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对不起我。你现在跪在这里，也不是因为你觉得对不起我，是因为苏氏要垮了，你爸顶不住了，你需要我回去救场。不是，我是真心想跟你过。想跟我过，昨天就不该带着你全家来堵我的门；想跟我过，刚才就不会拿旁人的眼光来逼我。好像不是咱们想的那样，听着像是女方家里欺负人家。我不是要逼你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。你说条件，你到底要怎样才不离婚？你说。我没有什么条件，离了婚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苏家的事再也跟我无关。那苏氏呢？你就真的不管了？我为什么要管？因为你是我丈夫，苏氏是你的家，你就真的忍心看着她完蛋？那个家，从来没把我当过家人，我在里面待了5年，够了。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说走就走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你还有你爸、你大姐、你二姐、你小妹，你从来不缺人。可那些人不是你，他们都不是你。苏婉晴，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从前你要是肯说，我们走不到这一步。站起来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。我不起来，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陆泽成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！我只等你半个小时，9点半不来就法庭见。财产分割你没意见？揽月府是你婚前买的，肯定归你。苏家别墅和车是婚后共同财产，有你的一半。不要财产的话，流程能更快一点吗？这些都是你应得的，为什么不要？你就这么着急？我不想跟苏家再有任何牵扯，离婚这件事越快越好。那我直说，协议离婚走不通，就只能诉讼，单方面起诉离婚。女方如果坚决不同意，又没有法定重大过错，家暴、重婚、遗弃、长期同居第三者，第一次起诉大概率判不裂。一审不判离，你得等6个月再起诉，整个流程走下来1年到1年半。诉讼状今天能出吗？能，但我得提醒你，你这案子时间耗得起，舆论耗不起。苏家在行业里几10年，你岳父要是拿这事儿做文章，你会很被动。他已经在做了。昨天他大女儿放话，要在我下周峰会现场拉横幅。你打算怎么应对？不应对，他们闹他们的，我打我的官司。行，下午安排立案。回来啦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能行吗？婉晴往家里打了3个电话，哭得上气不接口气，说你要跟他离婚，把苏家的合作商全带走了，苏氏要垮了。他说他跪下来求你，你头都不回。你跟我说，他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？妈，你别着急。我能不急吗？你们2个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离婚？好端端的，陆婉之怎么跟你说的？到底怎么了？你从头跟我说。苏家庆功宴，苏振邦给3个女婿1人1张6000万分红支票，跳过了我。凭什么跳过你？苏氏的钱不是你挣的。他说我工资够高了，不差这点钱。那苏婉晴呢？她在场吧？在场。她替你说什么了？他让我忍忍，别伤了他爸的面子。让你忍？你5年把苏氏从破产边缘拉回来，到头来分红没你的份儿，他让你忍？他说到底是一家人，为这点钱伤了和气不值得。什么叫一家人？一家人做事有把谁排在外头的吗？他说的这些话是在护着你，还是在护着他爸？妈，他从来没站在我这边过。你接着说。第2天我去公司提了辞职，所有跟我个人绑定的合作商和项目全部跟着解约。你做得好，你不欠他们的。当天苏家全家堵到小区门口，苏曼丽放话要在下周金融峰会上拉横幅，让我在行业里身败名裂。高俊明打了保安，张子凡要举报我职务侵占。苏婉晴呢？他站在最后面没开口，一个字都没说。让你忍的时候他有话说，全家堵门骂你的时候他就没话了。后来他约我见面，不是来道歉的。苏氏供应量全断了，银行催贷，公司撑不过2周。他让我回去收拾烂摊子。公司不行了才想起你，分钱的时候怎么想不起你？今天上午民政局门口我等了他半个小时，人没来，
我已经去顾城那边立案，走诉讼了。要打多久？第一次起诉，如果他不点头，可能拖1年半。那就打。这种人家用你的时候让你冲在最前面，分钱的时候把你排到最后面，出了事儿全家堵门骂你，公司不行了又跪下来求你。我养的儿子不是给他们苏家这么糟蹋的。妈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坚持和他离婚了吧？妈支持你，官司打多久，妈陪你多久。陆总，海外资方那边已经给了初步意向，下周可以安排视频会议详细谈。陆总，楼下有人闹事儿，拉了横幅，来了好几家媒体。什么人？说是苏家的人，2个女的坐在地上哭，一个男的在喊话，围了一大圈人。我下去处理，不用，我去。没法活了！陆泽轩，你个黑心干的东西！苏家养了你5年，你把苏家往死里整啊！合作商全被他卷走了，项目全被他停了，苏氏上上下下几百号人等着开工，他倒好，拍拍屁股开了新公司。大家评评理，评评理！陆泽衍一个穷小子出身，苏家给他平台，给他资源，一手把他扶起来，他靠着苏家起势了，现在反过来把苏家的合作商全卷走，还要逼着老婆离婚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我岳父躺在医院，他连看都不去看一眼，这种人不是白眼狼是什么？我三妹跟了他5年，他说离就离，我三妹跪下来求他，他头都不回。陆泽衍，你的良心呢？你的心是石头长的吗？大家看清楚这张脸，这个人叫陆泽衍，他把我老丈人的公司搞垮了，逼着我小姨子离婚，苏家上上下下全被他害惨了。这种白眼狼，以后在行业里谁还敢跟他做生意？可怜我三妹，跟了他5年，青春全搭进去了，现在说离就离。我三妹昨天差点想不开，要不是我们拦着，人就没了。听见没有？要出人命了，陆泽山，你担得起吗？碰我一下试试，谁敢碰我报警！都把老婆逼得要自杀了，这男的看不出来啊，穿的人模人样的。闹够了吧？闹！你说我们闹，陆泽衍你还有脸说？你把我爸的公司搞垮了，把我三妹逼得要自杀，你说我们闹？你以为你开了新公司就了不起了？你那些合作商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清楚，全是从苏家偷的。对，偷的！你今天当着镜头把话说清楚，你是不是把苏家的资源全卷走了？你忘恩负义，没有苏家你算什么东西？苏家给你吃给你住，你反过来咬了苏家一口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！你拍什么拍？不许拍！把手机拿来，把你们拍的都给我删了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陆泽衍，你让他们放手！听清楚，这几个人在公司门口寻衅滋事、恶意诽谤、侵犯公司商誉，现场所有录像、照片立刻固定证据，报警，同时准备名誉侵犯诉讼材料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来讨公道的，你们凭什么拦我们？报警！你报啊！我们说的哪一句不是实话？陆泽衍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敢报警抓我，我跟你没完！公司法务稍后会发布正式声明，所有不实指控和恶意诽谤，我们法庭上见。苏家，我跟你们没完。陆总，网上那波舆论还在发酵，法务部声明发了，也取证了几个造谣的账号，但架不住水军一直在刷。有几家自媒体把你跟苏家的纠纷编成了连续剧，一天一集，让他们写。有几条底下评论风向开始变了，有人在扒苏家之前的财务数据，要不要我们这边推一把？不用，我们越回应他们越来劲。项目进度呢？海外资方那边确认了，下周3视频签约。对方看完我们上周出的方案，主动提出追加投资，说看好我们在供应链这块的独家资源。把追加条款过一遍，不该让步的一分不让。明白。还有之前跟着咱们一起出来的那12家合作商，上周联合发了个倡议，说以后所有战略合作只对接我们新公司。这份倡议书在市场部那边压着，要不要放出去？先不放，好东西留到关键时候用。泽衍，泽衍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在这儿等了你1下午，保安不让上去，说没有预约。泽显，我知道苏家对不起你，振邦他不该当着全家的面说那种话，曼丽和雨桐也不该去你公司楼下闹，苏家欠你的我都知道。您来找我是给苏家当说客？我不是当说客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，这些年你在苏家怎么对婉清，怎么为公司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振庞糊涂，我不糊涂。可泽衍，
公司真的撑不住了，银行把最后一批贷款停了，供应商天天堵在财务部门口催款，仓库里的货堆着出不去，工人工资拖了半个月没发。振邦他气得住院了，我来之前刚去医院看了他，脸都是灰的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医生怎么说？血压降不下来，再激动怕出事儿。他躺在病床上还骂你，我拦不住。泽言，你就当体谅一个糊涂了半辈子的老人，他再不是东西也是婉晴的爸。你说了他半辈子他不听，他这次听不进去了，可我听进去了。泽言，我跟他过了40年，从来没替任何人求过他什么。今天我来求你，不是替他求的，是替婉晴求的。他这几天在家不吃不喝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谁叫都不应。昨天半夜我听见他在屋里哭，我敲门他也不开。他说他做错了，他说他把什么都搞没了。泽言，婉晴她是不懂事，她从小被惯坏了，可她心里是有你的。她做的那些事儿，说的话，她是怕她爸，不是不爱你。你跟他过了5年，你比我清楚。公司可以倒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可你们2个5年的夫妻，就真的这么散了吗？你先喝口水，坐下说。泽言，妈今天是真没办法了，但凡还有别的路子，我都不来为难你。您说。公司的事儿你比谁都清楚，银行把最后一批贷款停了，供应商天天堵在财务部门口，工人工资拖了半个月。曼丽和雨桐这几天腿都跑断了，到处找投资找接盘，可人家一来一看核心渠道全没了，项目全停了，连坐下谈都不愿意。泽言，苏氏是你一手做起来的，他不是没底子，他就是断了粮。只要你能回来把合作商稳住，这口气就喘过来了。您觉得我回去，苏家那几个人能接受？不接受也得接受。曼丽去你公司楼下闹的事儿我知道了，当天晚上我就骂了他。他从小到大被他爸惯坏了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你要是回去，他不敢再为难你。他不敢。高俊明呢？张子凡呢？苏振邦躺在病床上还在骂我，你让我回去，我怎么做？振邦这半辈子把一碗水端得偏到了后脑勺，好处全给了曼琳和雨桐，让你一个人扛着整个公司。曼琳拿了你的，还骂你是外人；雨桐2口子开新公司，用的是你挣的钱。婉晴最让我心寒，她是你的妻子，该替你挡的时候她躲了，该拉你一把的时候她帮着他们踩你。这些事儿，苏家上上下下全对不起你。我今天来，不是替他们辩白的，我是来跟你说，苏家欠你的，我都认。您别这样。我这辈子没求过人，结婚40年，家里大事小事全是振兵说了算，我只有听话的份儿。今天阿姨把这张老脸账，我不替振兵求，我不替万春求，我就替晚春求，替苏氏那1000多号等着开工资养家糊口的员工求。泽言，你就发发慈悲，拉苏家这一把。这个家里，只有他从来没为难过我。我接个电话。陆泽言，惊喜吗？你又想干什么？行业监察部门、经侦部门，你的材料我全递了，职务侵占、利益输送，够不够清楚？不说话了。那天在小区门口，你不是挺能说的吗？什么天底下没有只拿好处不担责任的道理？再说一遍我听听。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！你把苏氏往死里整，把我爸气进医院，你觉得我还会跟你客气？苏氏到今天这一步，谁造成的？你心里清楚。我不管谁造成的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回不回来？不回。行，那我告诉你接下来会怎样。经侦立案，你新公司门口贴封条，海外资方收到立案通知书全撤。金融峰会你的座位我给你设掉，横幅我照拉，网上铺天盖地全是吞前东家资产的黑料。营销号稿子我已经排好了，1秒发全网。你传了5年的行业名声，我1天就给你撕干净。还没完，人证我找好了3个，证词上盖着公章。你不是白纸黑字很有底气吗？那我倒要看看是文件硬还是活人硬。给你1天，明晚之前我要看到你回苏氏的公告，不发，等着坐牢。他动手了。苏曼丽，经侦、行业监察全递了，还找了3个第三方做伪证，给我1天，不发公告就立案。他疯了，文件全在我们手上，他拿什么立案？伪证，他说人证比文件硬。放屁，伪证撑过1轮，但他说对了一件事，经侦一立案，调查期至少半年，你新公司会被拖死。那就让他拖，我扛了5年了，不差这半年。文件发我，今晚我出证据链，他递什么我撕什么。不只要撕，他做了伪证，这本身就是刑事罪。你帮我把这条线也准备了。明白，他要玩命，就让他看看谁先死。苏曼丽，你以为做个伪证能压死我？来，我陪你玩到底。泽言，是谁的电话？是不是公司有事儿？您刚才说苏曼丽去找投资、找接盘，腿都跑断了。是啊，他这几天他没去找投资，他去经侦部门递了我的举报材料，职务侵占、利益输送，找了3个第三方做伪证，备了一批营销号，给我1天时间，不发公告就立案，送我进去坐牢。不可能，曼丽她不会。他刚在电话里亲口说的，一字一句，清清楚楚。泽言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他。我相信您不知道，您来求我，让我看在苏氏上千号员工的份上拉苏家一把。可您的大女儿，她要用我的名声和自由换苏氏活命。您来跟我讲情分的时候，她在找人做伪证。我回去跟他说，我让他把材料
撤了。不用了，他递了，我就接着。他要打官司，我泽言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就是被他爸惯坏了。刚才您进来的时候，我跟自己说，这个家里只有您从来没为难过我，所以您说的话，我每一个字都在听，都在想，我差一点就松口了。现在不用想了，你回苏家去吧，帮我带句话。从今天起，我跟苏家所有的事都到法庭上解决。刘一呢？我要让你坐牢，人证我找好了，3个，给你1天，不发公告，等着警车上门。他完了。怎么说？他这通电话，一条敲诈勒索，一条诬告陷害，2条都是刑事罪，不用等经侦查你，我们可以直接报治安队查。他不是去举报我了吗？举报？他拿伪证去举报，这叫诬告陷害；他拿举报威胁你发公告，这叫敲诈勒索。他以为他在搞你，其实他每句话都在把自己往牢里送。你猜治安队听完这段录音，先立案查谁？你那些文件原件我全整理好了，每一份都能证明合作商是你个人的，跟苏氏没关系。他找的那3个证人，证词一对原件就得穿帮，到时候他背的不是败诉，是伪证罪。那就让他告，他告我，我告他。你想好了？这一报，苏曼丽进去，苏家彻底翻不了身。他给我1天时间让我选，我选让他进去。明天一早我去治安队。姐，你说他会不会真不发公告？他敢！经侦立案通知一到他公司，他那些海外资方跑得比谁都快。万一他先报案呢？报什么案？我就是去举报他，举报还能犯法？他那个律师同学再有本事，也拦不住经侦立案调查，一查半年，他新公司耗得起吗？明晚就见分晓。他不发公告，咱们就等着看他公司贴封条。他现在肯定在家急得团团转。谁啊？苏曼丽，你涉嫌敲诈勒索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喂，妥了，治安队下午1点去的苏家，苏曼丽当场被带走，涉嫌敲诈勒索正式立案。你告苏雨婷和张子名誉侵犯的传票也送达了，2个人都签了。你没事吧？声音听着不对。没事，证据链那边你盯紧。放心，有事随时打给我。这位女士，请问您找谁？访客需要登记。我找陆泽言。您有预约吗？陆总的访客需要提前报备。我是他老婆。女士，您等一下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走进来的。陆泽燕，你报警抓我大姐！他涉嫌敲诈勒索，治安队抓他，不是我。你还告我二姐二姐夫，你是疯了吗？我妈这几天受的脱了相，你现在让我大姐进去，你是不是要把苏家往死里逼？你们苏家人做事从来不想后果。我们做什么了？就是想保住公司，你把我大姐送进去，把苏家往死里踩，你有良心吗？你大姐去金山地材料要我坐牢，良心呢？她找人做伪证要我下半辈子在牢里过，良心呢？她踩我的时候不手软，我反击就是疯了。就算她有错，你就不能放过她这一次？不能。那苏氏呢？苏氏是你花了5年做起来，每一家合作商是你亲自去谈的，每个项目是你熬了多少夜拿下，你就真的忍心思看他垮？苏万晴，苏氏变成今天这样是我搞垮，是你爸把分红全给了别人，是你大姐堵在我门口要毁我名声，是你二姐2口子拿了分红就开新公司，你们每个人都在从苏氏往外搬东西，现在你跑来问我忍不忍心？我知道他们做错了，可苏氏不光是苏家的，也是你的，你在里面熬了5年，把命都搭进去了，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不是我不要，是你们苏家人亲手把他从我手里抢走的。泽言，大姐已经进去了，二姐和姐夫也收到传票了，爸在医院躺着，苏家已经这样了，你就不能看在5年夫妻的情分上收手吧？情分？你跟我提情分？我是你老婆！我被人当众羞辱你，让我忍；我被人堵在门口骂你，躲在后面一声不吭；我被人威胁要毁掉职业生涯，你在哪儿？现在你姐进去了，你想起来你是我老婆了。苏婉晴，我们之间的情分早就被你耗光。陆泽燕，你非要做到这么绝吗？非要把我家搞得家破人亡你才痛快？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公道。公道？你把所有人都算死了，这叫公道？我大姐进去了，我爸在 ICU， 公司明天就要破产清算，你现在站在这儿跟我说公道？苏婉晴，你说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爸为什么会在 ICU？ 不是因为我拿了合作商，是因为他亲手把分红给了不该给的人。
把替他外命的人踩在脚底下。你大姐为什么会进去？不是因为我报警，是因为她做了伪证。你到现在还在替他们叫冤，你从来没想过他们做的每一件事，换任何一个人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不过是那个让他们付出代价的人。那你就不能手下留情一次？你爸在台上当众给我难堪的时候留情，你大姐说要让我身败名裂的时候留情了吗？你二姐两口子堵在我门口骂街的时候留情了吗？所以你一个都不放过，谁得罪了你，你就让谁死。我让他们死了吗？我只是没像以前一样站在原地挨打。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？不是你报警，不是你告他们，是你这副样子，从头到尾你都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。我大姐错了，二姐错了，我爸错了，我也错了，就你陆泽仁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是别人欠你的。我没有说自己干干净净，我最大的错就是忍了5年，忍到你全家都以为我怎么踩都不会还手。你知道这5年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不是娶了你，不是帮了苏家，是分红那天晚上你让我忍的时候，我居然还在犹豫。那个时候我就该走。陆泽言，我恨你，你听见了吗？我恨你，我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人，你是第一个。你把我家全毁了，把我也毁了。赵凯，安排人送苏小姐出去。喂，泽言，苏家那边有动静，说高俊明和张子凡今天下午跑到律所来了，2个人在门口站了快1个小时，进来以后哭爹喊娘，说只要你能签谅解书，他们愿意当众道歉，赔偿所有名誉损失。先晾着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他们现在越急，我们手里的牌越多。那你打算晾到什么时候？晾到他们把能答应的都答应完了再说。行，有事随时联系。泽言，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但有些话我不来说，苏家就没人能说了。您说，振邦醒了，昨天下午醒的，我守了他1夜。他睁开眼第一句话问曼丽在哪儿，我说被带走了。他又问公司怎么样了，我说账户被银行冻结了，想翻身没翻过来，右边身子动不了了，医生说偏瘫，以后能不能站起来谁也说不准。这是他名下苏氏集团所有的股权，全给你，一分不留。他只求你把合作商稳住，让苏氏这口气喘过来。泽轩，他这辈子没跟谁低过头，这算是他能拿出来的全部了。这些股权我不要。我知道你不稀罕，可除了这个，苏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妈，您上一次来找我，我差点松口。然后您大女儿打电话来，说让我下半辈子在牢里我不翻旧账。我只是告诉你，苏家的问题不在我。您让我高抬贵手，我抬了2次，他们踩了我3次。我知道曼丽罪有应得，雨桐和子凡也该吃这个教训。我今天来不是替他们开脱的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振邦挪不动了，曼丽进去了，苏家已经被打碎了，你能不能看在婉晴跟了你5年的份上？您让我考虑考虑。泽言，今天您先回去。你岳母来了。带着苏振邦签过字的股权转让书，你收了？没碰，我让他先回去了，说考虑考虑。那你现在考虑好了？考虑好了。你帮我给苏家带个话，4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股权半分不要，但他们吞下去的本该属于我的项目分红和资源补偿款1分不少还回来。第二，全行业公开登致道歉，澄清所有对我的诽谤。高俊明、张子凡、苏雨桐署名道歉，声明写清楚，独门骂街的是他们，拉横幅的作伪证的是他们，让业内所有人看到。明白。第3，苏曼丽的案子我不签谅解书，刑事按法律流程走。第4，我和苏婉晴离婚，3天之内民政局见。老陆，你真够狠的。我已经手下留情。款到了，连项目分红带资源补偿款全部到账，比我们算的数还多了2成。他们把名下的车和几处房产都折价卖了。哪来的几处房产？高俊明名下1套别墅，张子芳和苏雨桐凑了1套大平层。苏曼丽名下本来还有2处商铺，全折进去了。苏家别墅没卖，说是苏振邦死也不肯。林慧茹签了协议以后有了钱再补。高俊明和张子芳把之前拿的6000万分红，加上2个人的所有积蓄，全吐出来了。我让财务核过了，1分不差。道歉声明呢？发了。今天的3家行业头柄媒体头版，高俊明、张子凡、苏雨桐3个人署名。声明里写了，独门骂街、拉横幅、作伪证，全是他们干的。澄清你没有任何职务侵占和利益输送。还有苏曼丽的案子，治安队那边说，就算受害人出具谅解书，他这事儿也免不了刑事处罚。伪证罪他现在想赖也赖不掉，另外还有敲诈勒索。他说他认了，行业监察部门同步下了处理，建议全行业永久封杀，不会有哪家公司再敢用他。法律判多少，他做多少，跟我不相干了。对，该你的都拿回来了，这件事到这儿算基本了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离婚那边，苏婉晴那边回应了，说这2天他会去民政局。
财产分割协议，双方确认无误吗？确认。确认。感情确已破裂，双方自愿协议离婚。下一个。陆泽野，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？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留条活路？苏婉晴，你知道压死骆驼的是你每一次无底线的帮衬娘家，是你每一次和稀泥跟我说大局为重，让我忍忍就过去了，是你一而再再而三把我推出去当苏家的垫脚石。我说了，我错了，我给你跪下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你跪的不是我，你跪的是苏氏，是你爸的公司。你在咖啡厅跪下去的时候，是想拿所有人的眼光逼我就范。你从来不是求我回头，你是求我回去替苏家兜底。这段婚姻不是被哪一件大事毁，是5年里每一次你说都是一家人，然后把我推出去当外人，每一次你说别让我爸不高兴，然后让我一个人扛下所有委屈，一刀一刀早就没活路了。跟你大姐没关系，跟你爸也没关系，是我们之间早就烂了。照顾好自己。陆总，公司一切正常，海外资方合同今天签完了。本次航班已平稳落地，请您解开安全带，整理好随身行李，准备着下机。苏振邦走了。我落地了。苏志邦什么时候走的？前天夜里，林慧茹早上发现的，人是在家里走的，没来得及送医院。后事谁在办？苏雨桐和张子凡。高俊明说没钱，被苏雨桐骂了一顿，最后还是凑了。他留了遗嘱，从 ICU 出来当天立的。苏家早就空了，他还能留什么？他名下唯一一套没被抵押的老宅，指名道姓留给了你。4个女儿，1分没给，1分都没给。对，他还留了一句话，说他这辈子看走眼了，这事儿你得拿个主意，收还是放弃？收。你想好了？不是为那点钱，5年得有个句号。他给了，我接着。先生，产权登记需要15工作日，届时短信通知您来领不动产权证书。你来办过户？你收下就好。振邦走之前念叨了好几遍，怕你不肯要。他这辈子没跟人道过歉，这是第一次。他留的话我收到了。老宅归你了。他说对不住。我们明天回乡下。城里没家了，我跟婉莹回去养老。老宅的钥匙在公证处，你到时候一块领。乡下房子还在？在，外公留的那几间老屋，我妈一直没舍得卖，收拾收拾能住。也好。泽野，阿姨再叫你一声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是我们老苏家造了孽，曼丽心太黑，雨桐太会算计，振邦一碗水端偏了半辈子，他们个个都欠你的，到头来还搭上了你。你最该恨的是我，大姐二姐为难你，我装没看见。爸在台上给你难堪，我让你忍。全家堵到你门口骂街，我缩在后面。你说的对，我从来没护过你一次，5年1次都没有。别说了，说这些没用了，都是命。振邦看走眼了，几个孩子也走歪了，走到今天这步，谁也怨不了谁。就是我们没那个享福的命。这钱我不能要。泽言，你拿回去，我们不缺这个。苏婉晴，苏家现在什么家底，我比你们清楚。别墅抵押了，公司账户冻结了，高俊明和张子元连丧葬费都要凑。你们回乡下，连翻修老屋的钱都未必拿得出来，你拿什么养你妈？我们再难也不能再要你的钱，苏家欠你的够多了，再拿你的钱，我死了都没脸见祖宗。苏振博的赔罪我收了，宅子我留着，当这5年一个交代。这100万跟苏家没关系，是我给您的。苏家上下只有您没为难过我，这算是我尽的最后一点心意。
你这刀工怎么还没长进？切个葱都跟劈柴似的。我在公司又不切葱。你在公司连饭都不好好吃。赵凯跟我说了，上周你有3天午饭就喝了杯咖啡。赵凯是副总，不是我的保姆。人家那是关心你，下回你再不好好吃午饭，我就每天中午给你送饭。妈，您饶了我。我那些合伙人看见您拎着饭盒站在会议室门口，我这张脸往哪搁？脸重要还是胃重要？下周6您生日，您想出去吃还是在家做？在家做，妈给你们做一桌子菜。你们年轻人平时应酬多，吃一口家里的饭就少一口。行，那天我哪儿也不去，上午陪您逛菜市场。不过我明天就要出发去参加行业峰会，这周应该不能回家陪您吃饭了。行行，你们事业重要，去吧。陆总，您上次说的那套打法，我们回去研究了一下，确实不一样。陆总，我们董事长特意交代了，今天必须跟您约个时间。各位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对不起，结果陆总，可等到您了。有请陆泽迅先生。你挺好的。陆总，刚才您说的供应链那块儿，我们想再深入聊聊。可以，下周让赵凯安排时间。陆泽言，有事儿？我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，刚才在里面没来得及。你说。我从乡下回来了，我妈身体不行，上个月病倒了，光住院就花了3万多。我现在在一家小公司打零工，1个月4200，勉强凑我妈的医药费。我记得我给了你妈200万，那笔钱我妈1分都没动。为什么？她说那是你的钱，苏家欠你的够多了，再花你的钱，她死了都没脸见祖宗。她把卡锁在柜子里，说哪天你不恨苏家了，她再把卡还给你。我劝了她好几次，她不肯。他现在病着，还不肯动。不肯。他说病死也不花那笔钱，谁说都不管用。老人家身体要紧，我有时间会去看他的。泽言，我好后悔，这1年我在外面打工，被人呼来喝去，天天看人脸色，我才知道你在苏家那5年是什么滋味。我那时候怎么就那么混？大姐说什么我听什么，爸说什么我也听什么，就是不听你的。要是当初我没听他们的，死心塌地跟着你，是不是现在全都不一样了？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。你连一句都不肯跟我说吗？我等了整整1年，就想当面问你这一句话。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。你当初图什么，今天就受什么。我当初图什么？我就是想让家里和和睦气的，我不想跟谁翻脸，我不想得罪任何人。你没错，你想让你爸高兴，想让你姐满意，想让所有人都夸你懂事，你什么都想要，唯独没想过要护着我。所以我现在和我大姐进去了，我爸没了，我2姐自己都顾不上自己，我妈病在床上，我1个月挣4200，连给她换个好点的医院都换不起，这就是我的报应，对吗？是不是报应？你自己想。我的今天是我拿命拼回来的，你的今天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谁也别怨谁。回来啦，厨房里给你焖着汤，还有红烧排骨，你早上说想吃，我炖了一下午。好喝吗？好喝。今天峰会怎么样？碰见苏婉晴了。她怎么样了？在当礼仪小姐，1个月4200。她妈病了，住不起好医院。你跟她说什么了？我说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。说得好，你没心软吧？没有。那就行。妈不是心狠，是苏家那个坑，你爬了5年才爬出来，别再跳回去了。我知道。入秋了，你脖子怕灌风，还差最后几圈，明天就能围上了。妈，这么晚了别织了，伤眼睛。就剩几圈了，你喝完汤去洗澡，我织完就睡。妈，没事，就想靠一会儿。
你好，哪位？我是周景成，您可能不记得我了，我是之前苏氏集团的管培生，冒昧打这个电话，是有件事想跟您说。苏家庆功宴那天，苏董破格分了我6000万分红，这笔钱我想还给您。那是苏振榜给你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不，这笔钱本来就该是您的，当时我不懂，苏董说我是自家人，让我拿着我就拿了。后来苏家出了那些事儿，全行业都在传，苏曼丽堵您的门，苏雨桐拉横幅，还做伪证诬告您，我才算看明白，这6000万每一分都是您挣的。我占着这笔钱，心里亏得慌。你拿着这钱的时候，跟苏书瑶还没分吧？分了，苏家出事没几天就分了。说出来不怕您笑话，苏曼丽出事以后，苏书瑶让我去找我爸借钱捞他姐，我拒绝了，他不依不饶，说我没良心。我说这钱本来就是不义之财，再往里填就是错上加错。他骂了我一顿，我们就分了。陆总，我进苏氏那年刚毕业，什么都不懂，是您带着团队做的项目，让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操盘。苏家那么多精于算计的人，到头来一个比一个难看。我周景成没背景没靠上，但我不想占这个便宜，这辈子没干过亏心事，不想老了想起来睡不着觉。明天我把钱转到您账户上。好，谢谢。该说谢谢的是我。陆总，你私人账户刚到了一笔大额转账，6000万，汇款人是周景成，什么情况？他把苏家给的分红还回来了。还回来？那是苏振榜给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说那钱本来该是我的，占着亏心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苏家那一窝算来算去，反而是这个外姓的年轻人最有骨气。因为还没被苏家腌入味。那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苏家的钱我嫌脏，捐了吧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还记得那个周景成吗？苏书瑶以前的男朋友，庆功宴上拿了6000万分红那个。他今天把钱全还给我了，说这钱占着亏心。这孩子倒是个有骨气的。那钱你收了？收了，然后捐了，以他的名义成立了一个专项基金，资助家境困难的金融专业大学生。6000万都不放在眼里，我儿子真成大老板了。你就别开我玩笑了。行，那跟你说正经的，你离婚也有段时间了，什么时候再找一个？妈，我现在没时间。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钱能挣得完吗？你自己一个人以后怎么办？妈还能照顾你几年？妈，我……少废话，抓紧时间。我去浇花。你就住这儿？离公司近，租金便宜。我们家又不是没有房子，我爸说了，你搬过来住，别墅3楼整层都给你，你非要在这儿挤着干什么？我跟你还没结婚，住你家名不正言不顺。你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。那以后结了婚呢？你打算让我也住这儿？结了婚当然要给你最好的，你想要什么样的？我想要个带院子的，不用多大，能种一片月季就行。再养一只猫，要橘色的。夏天吃了晚饭，你在院子里浇花；冬天猫窝在沙发角上打呼噜，你加班我就窝在旁边陪你。你笑什么？没笑，记着呢。陆总，海外黄启森那边来消息了，100亿级项目，对方董事会全票通过，资方要求下周必须当面签约，点名只要你来。订明天最早的航班。明白。妈，明天我要飞一趟海外，有个项目要当面签。去几天？快的话3天。围巾织好了。织好了，出去别冻着脖子。放心，回来给您带特产。陆总，这次他们压我们的项目报价压得很凶，昨晚发过来的条款我看了，比我们预期低了将近20%。报价可以谈，但最关键的几条要求，我们一步都不能让。黄启森在圈子里出了名的手段硬，之前几家团队都被他压得抬不起头，更何况咱们这次还是客场。上了谈判桌，谁手里有牌，谁就是主场。陆总，久仰，你们的项目方案我看过了，想法挺好，但你们要的价格太高了。黄总觉得多少合适？砍2成，今天就能签字。黄总，我们整理的项目资料你也看过了，手里的供货渠道，接下来要做的项目，还有别人比不了的优势，每一项都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撑着。砍2成，我实在没法接受。邵总，我懂你们的想法，但做生意不是讲交情，是看风险大小来定价。说实话，你们现在的公司规模还撑不起这么大的项目，我砍2成已经很有诚意了。这不是诚意的问题，就是诚意的问题。我拿着钱完全可以找更有经验的团队，为什么坐着跟你们谈？就是觉得你们做生意的路子对。但觉得好归好，该防的风险一点都不能少。黄总，你们团队做这份风险评估方案的时候，把国内政策变化带来的颜值影响，直接套了国外市场的变化规律，这俩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算出来的安全空间看着好看，其实都是虚的。你用这个方案砍我们2成报价，回去跟你们公司的投资决策会也没法交代。这份方案是顶尖团队做的，你一句话就说它有问题，证据呢？证据呢？我们公司的投资决策会也没法交代。这份方案是顶尖团队做的，你一句话就说它有问题，证据呢？我们公司的投资决策会也没法交代。这份方案是顶尖团队做的，你一句话就说它有问题，证据呢？
这份方案是顶尖团队做的，你一句话就说它有问题，证据呢？凭我在这行干了10几年，国外团队懂怎么算数字，但他们不懂国内的政策怎么变，也不懂这个行业的发展节奏。陆总，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方案里留的应对风险的余地太小，完全没考虑行业政策的调整节奏。你照着这个方案投几百亿砸进去，最后想撤资的时候根本走不了，到时候就不是赚多赚少的事儿，是本金能不能收回来的事。你说走不了就走不了。他们做这份方案花了3个月，你凭什么说你改的比他们好？比呢？这几个核心数字按行业政策的调整节奏重新配，你拿去算一遍过去的情况。如果赚的钱和房的风险达不到预期，这笔项目我1分钱管理费都不收，倒赔你们全部的前期调查成本。黄总，结果出来了，按陆总改的数字算，预计能多赚12个点，要担的风险反而更低了，所有指标都合格，赚钱和防风险做到了最好的平衡。陆总，价格不砍了，按你们原来的来，今天先打10%的定金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赵总，麻烦你跟我助理对接一下打款流程。陆总，有个事儿，苏氏集团破产重整，在招募战略投资人，他们的财务顾问托了好几层关系找到我，想问问我们有没有意向。苏氏现在什么情况？管理层3年换了4任 CEO， 内斗没停过，供应商早跑光了，产线停了3条，工资拖欠了2个月，上个月员工去劳动局闹了一次。他们的股东呢？哪还有股东？高俊明和苏曼丽离了以后人就消失了，苏雨桐和章子碧那家新公司早被执行了。苏书瑶嫁了个普通上班族，不掺和这些事。现在苏氏就是个空壳，剩1000多号员工等着开锅。陆总，我们投研部可以做尽调，但你得先给我句话，接还是不接？苏氏在外面还欠多少？供应商货款加银行贷款，大概3个多亿。核心资产就剩那栋总部大楼和3条旧产线，卖不了几个钱。说实话，从投资角度看，这不是个好标的。1000多号人，背后就是1000多个家庭。备车去苏氏。真是他，他现在管理规模上千亿，怎么还回来？他会不会把我们都宰了？当年庆功宴上，我可跟着鼓掌了。别说了，他往这边看了。苏氏现在在职员工1200多人，产线工人占80%，拖欠工资2个月，加上社保大概3000万出头，供应商货款和银行贷款加起来3个多亿，3条产线全停了，总部大楼是唯一没被抵押的资产。陆总，我叫老马，生产车间的，干了15年，我替底下几百号工人问一句，您是来救苏氏的，还是来跟我们算旧账的？我要是想算旧账，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。苏氏欠你们的工资1分不少，全部清偿。从今天起，苏氏没有裙带关系，没有论资期辈，有能力肯干事的留下，薪资和绩效挂钩上不封顶，混日子搞内斗的拿补偿款走人，绝不留情。陆总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们这些产线工人也能按绩效拿钱？我说了，上不封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陆总。妈，儿子，到哪了？快到家了。赶紧回来！我今天约了你张阿姨和她侄女来家里吃饭，人家姑娘海归硕士，在外资银行上班，长得也标致。你张阿姨说了好几次了，你今天必须回来。您又来了。什么又来了？你离婚都多久了？公司做那么大，回家连个热饭吃的人都没有，你不急我急，就今晚你看着办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看什么？看你的车。相亲这事儿吧，确实比谈判难。
你妈刚才电话里说的那个张阿姨的侄女，你真不见？不见。上次她介绍那个，第一次见面就问我年化管理规模多少，我不缺投资人。那你还答应回去吃饭？我回去是为了陪她吃饭。泽言，张阿姨那边我帮你推了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。那你还一天给我安排3场？这次不一样，我报了个老年书画班，班上有个义工姑娘，姓姜，对老人特别有耐心，长得也端正。你去接我一回，顺便看一眼。你上次也说顺便。上次是上次，这次真是顺便。我笔掉地上，她蹲下来一根一根帮我捡的，这种姑娘装不出来的。您找哪位？泽言，你怎么上来了？不是说好在车里等吗？接你还要挑地方。阿姨，这是您儿子？我儿子陆泽言。泽言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江小姐。阿姨在练大转，进步特别快。今天这张比上周好多了。阿姨，您跟儿子回去吧，剩下的笔我来洗。那怎么行？每次都你洗，我洗得快。谢谢。陆总，我是今天负责对接的江之一。整体先过。这个学生父亲去年走了，母亲在工地干活，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和妹妹，成绩全校前10。我建议把他资助等级提1等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我去他家核实过材料。提调，按你建议的标准。好。陆总，这份附件漏签了，最后一页。江小姐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什么忙？我妈很想见你，你在社区中心教她写大篆，她跟我念了1个星期，只是吃顿饭，假装是我朋友就行。周末我来接你。这鱼蒸得好，火候更好，之意你多吃点儿。阿姨喜欢就好，我跟我妈学的，她蒸鱼不放太多酱油，说会盖住鱼肉本来的鲜味。你妈会做菜？以前会，后来病了，做不了了。阿姨，这个莲藕排骨汤我炖了1下午，里面的藕是粉的，您尝尝。我妈很久没这么高兴了。阿姨是个好人，跟她聊天不累，像跟自己的长辈说话。谢谢。不用谢。你请我吃饭，我陪你妈吃饭，扯平了。阿姨，您看，这样从上往下拍，花蕊就能拍清楚了。我手老抖。拍到了，你比我儿子有耐心多了，他教我2次就不教了。他不是没耐心，他上次跟我说您学东西快，就是故意装不会，想让他多回家。这臭小子什么都跟你说。泽言，你过来，我跟之意学到新本事了，以后不用你了。那你把之前摔坏的3个遥控器先赔我。先去医院。
小米粥，红枣去核了。阿姨说你胃不好，喝不了凉的。医生怎么说？老问题，得住几天。刚才在病房里，阿姨问我们是什么关系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是你朋友，你妈没信，她说你从来没带过女性朋友回家吃饭。确实没有。所以你到底想让我演多久？江之意，我跟你直说，我妈心脏不好，上次手术之后恢复的一般，她这辈子就剩一个心结，想看我成家。我需要一个人帮我照顾她，名义上的妻子，不同居，不干涉彼此生活，期限1年，到期按公证走。我有条件。不同居，不干涉彼此生活，合同到期自动解除。还有，不能让你妈知道这是假的。这就算结了？那我以后叫你什么？陆总？随你。那就陆总，你现在是我老板了。之意，我给你们换了新床单。泽言，你今晚睡沙发，之意刚搬过来，让他先适应2天。你打呼噜，别吵着他。阿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叫什么阿姨？证都领了还不改口？妈，哎，改口费不多，你拿着。泽眼这孩子不会疼人，嘴又硬，但他心里有你。以后他要是欺负你，你跟我说。他没有欺负我，他不会。加快进度，下周我要看到核心供应商名单。你母亲转院的事已经安排好了，别让我失望。前面路口左转，那个位置可以停车。上次你送我回来，我在公交车上看到那块有个停车场。你记性挺好。省钱的事儿我记性都好。停车场前半小时免费。海外市场最近有几笔做空资金不太对，体量不大，但节奏很准，每次都在我们公布数据之前2天进场，一次是巧合，3次就不像。查资金来源，已经在查。还有一件事，上周我们供应链的一家合作商突然被人接触，开价很高，条件是要中断跟我们的独条协议，对方没露面，只留了个海外注册的空壳公司名。和做空资金同源吗？还在确认，但节奏太巧了，像是同一个人。继续查，先不要声张。妈，下周基金会有个出差。去哪儿？林州，就2天。到了给泽言发个消息。好。林州，今天那边新增了3个外资做空商，新闻上说的，天冷了，多带件衣服。赵凯，把江之意入职公益基金时填的履历调出来，教育经历、工作经历所有证明人全部核对一遍。你怀疑他？他今天指了一条路，说是从公交车上看到的。那条路是去苏氏老产线后门的，从来没通过公交。明白，3天给你结果。江之意，本名沈之意，履历从高中开始造假，高中休学2年，人不在国内。他父亲是沈鹤亭，苏振邦30年前的生意伙伴，后来出国洗白，这次海外做空的幕后主使就是他。现在知道的人只有你和我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什么都不做，继续演。他发的每一条情报，出一套对应的假数据喂给他。之意，你那个出租屋的行李，周末让泽介开车去全拉回来，留那边也是落灰。也没多少东西，我自己搬就行。有男人不用，你傻不傻？他忙，再忙也有周六。泽言，知道了。
我上去拿东西，一起。我进去。你演得很真。你演得很真。什么？你演我老婆，演得很真。我妈一点都没看出来。你以后别这样说话。你说一半，我还以为……你为什么？没什么。晚安。你在那边怎么样？正常。他没起疑。没有，他很信任我。那就好。你妈的转院手续已经办完了，下周做完最后一次治疗，她就能转到新医院。到时候你回来看她。他又发了一条，给沈鹤婷的，说他还需要更多时间，他没发假名单，也没发真数据，他空过去了。如果他一直不发呢？沈鹤婷直接公开举牌我们旗下一家子公司，信号很明确，他要让市场知道有人在嘴击你。他等不及了。他通过第三方发了封邮件，说你只要交出核心供应链控管权，他就收手，给你3天。回复他，不谈。是，还有一件事，他今天没有发加密消息，一条都没有。沈鹤婷那边连催了2次，他都没回。你今天一条都没回。今晚9点，城东4号仓库，把你手里所有客户数据带过来，亲手交给我。你来了，你妈的转院手续我签字；你不来，你以后不用去看她了。我妈说你没吃晚饭，厨房有粥。你要出门？有点事。陆泽轩，你是不是都知道？你第一天在车上指路，我就知道你是沈鹤婷的人。你发的每一条情报，我全部替换。你每犹豫一次，我就多确认一次。但你没有发过真数据，最后一条你发了空白。我不信你，是因为你没有给我信你的理由。但你现在来找我，是有话要说。他让我今晚去城东4号仓库，把所有数据亲手交给他。如果我不去，他会停掉我妈所有治疗。我知道你没有信过我，但这一次，我需要你信我一次。你去，带上真数据。你不怕把真数据给他？你今天一条加密消息都没发，你要给他，不用等到现在。东西带来了，我妈的转院手续呢？先看数据。完整的客户名录、独台协议复印件、供应链报价单，你这次倒是听话。手续。你妈下回周到新疗养院，以后你每月可以探视1次。现在你的事儿做完了，走吧。你拿了这些数据，打算怎么做？明天开盘，做空资金全面进场。他以为我只有2级市场那点筹码，他不知道这些客户资料里有1半的合同条款存在违规独源。我只要把这些捅到监管部门，他的供应链3天之内就会全面断裂。所以你说的最后一次，不是收手，是最后一次利用我。你是我女儿，利用你，从小到大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。
你妈的医药费也是我的，你替我做事，天经地义。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，都录下来了。拦住他！陆泽言，你让他来送死，自己在外面等着，你跟我有什么区别？你妈的事儿，你真以为一张纸就完了？那种病，你以为转个院就能治好？以后他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跟你妈一样，到头来都会后悔。走了，你今晚还没吃饭。妈睡了吗？刚躺下，她等了你一晚上。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不是他拿我妈威胁我，是我每天早上醒来，怕你对我的好，全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是谁。你是对江之惹好，不是对我。我什么时候对江之惹好过？你在厨房刷碗，我靠在门口看；你教我妈拍照，我站在后面看；你每次出门，我在2楼窗户后面看。我从来没对你好过，我只是想看你。你第一天在车上指路，我就知道你是谁。你每发一条信息，我都在看。你犹豫的时候我知道，你害怕的时候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我还是站在这里。我不是喜欢你演的那个人，我是喜欢你。你们俩还不睡？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叫沈之意，沈鹤亭是我爸。我接近你，接近泽院，是为了偷公司的数据。你对我那么好，我从头到尾都在骗你。你今天去仓库是为了帮泽院，还是为了害他？帮他，我报的警。你爸现在在哪儿？被带走了。其实啊，你第一次来家里吃饭，地上掉了根筷子，你二话不说就弯腰捡了。后来我吃药，你总记得把水晾到温温的再递给我。还有上次你在厨房洗碗，泽眼就靠在门口安安静静看着你，你没发现，可我都看见了。这些事儿我都记在心里，一点都假不了。我睡了，你们自己把话说完。戒指是我爸当年娶我妈的时候打的，他藏了30年。他跟我说，你要是走了，让我把你追回来。他说你没地方去，你妈在疗养院，沈家你回不去，你的家在这里。我18岁开始一个人扛，扛到今年，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我妈说的对，我没地方去，所有的路都是死路，只有一条是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在房间里说的话，再说一遍。哪句？你说你不是喜欢我演的那个人。喜欢你，你演不演，都一样。签名，甲方乙方都行。吃饭了，饺子凉了。